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的主题是稻盛和夫，他一生的财富都藏在这5句话里。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。他出生在贫寒之家，家境困难，甚至无法考入他梦寐以求的大学。毕业后，他费尽心思找到了一份在一家陶瓷厂工作的机会，但不久发现这家工厂濒临破产的边缘。前半生似乎写满了不幸的故事，但稻盛和夫却没有抱怨，他依靠自己的双手，一步步扭转了命运的轨迹。他开始认真投入工作，不遗余力地挽救了濒临倒闭的陶瓷厂。随后，他白手起家，创办了京瓷和第二电信2家公司。这2家公司都成功进入了世界500强企业的行列。在他77岁的那一年，他接手了宣告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。仅用1年的时间，他奇迹般地让日本航空公司重振旗鼓，年利润一举冲上了世界第1的位置。他的生活故事的下半场，以最真实的笔触，完美诠释了他的生命哲学。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珍贵的著作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。今天，我们从他的文字中挑选出最启发人心的5句话，与大家共勉。1. 想要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，你只有2种选择，一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另一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。当稻盛和夫大学毕业后，他曾进入一家岌岌可危的企业工作，整个公司充斥着负能量，领导们尔虞我诈，员工们心怀怨念。他最初也受到这种工作环境的影响，整天郁郁寡欢，年轻的20多岁，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有一次，他忍受不了这种氛围，写信向家人诉说苦衷，但意外地受到哥哥的痛斥。一个人只顾抱怨别人，实际上是自己没有出息。从那以后，稻盛和夫开始改变自己的心态，努力培养对工作的喜爱。当其他同事仍然埋怨不止时，他心平气和，全力以赴地完成手头的每项任务。渐渐的，他设定了工作目标，生活也开始有了希望。不仅心情变得愉快，而且他升上了公司技术领导的位置。在生活中，有很多人不喜欢自己当前从事的工作，抱怨连连，工作态度也随之敷衍了事。然而，这种态度只会导致工作愈发不如意，最终陷入了恶性循环。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曾写信给他的儿子，说道：如果你将工作视为一种乐趣，人生将会如天堂；如果你将工作视为一种义务，人生将会如地狱。与其抱怨工作不顺，不如主动培养对工作的热情。当你改变心态，对工作充满热情时，你的生活也会变得顺畅无阻。2. 物质分为可燃物、不燃物和自燃物。人也可以被归纳为这3种类型，而我们应该追求成为第3种。在稻盛和夫的著作《干法》中，他将人分为3种类型：不燃型，点火也难以引燃的人；可燃型，点火就能燃烧的人；自燃型，无需外部点燃就能熊熊燃烧的人。那些在同龄人中职业晋升迅猛，个人成长飞速的人，通常都是那些自我激励、内在充满热情的自燃型个体。这里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故事，有2名实习生同时进入一家广告设计公司工作。一个实习生勤勤恳恳，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从不过问其他事情。
另一个实习生则充满活力，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，还抱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时常介入其他项目。3个月后，公司的转正评估结果出炉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公司选择留下了后者。原因在于，前者虽然完成了分派的工作任务，但都是应付了事，3个月来没有任何显著进展，而后者不仅完成了本职工作，还整理了相关业务，清晰明了地总结了公司的运作，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。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，决定了他的职业高度。有些人把工作当作赚钱的手段，每天如同机械地度过，而有些人则将工作视为一项事业，主动拓展领域，不断提升自己。结果就是，那些视工作为事业的人稀有如钻石，而只是度日如年的人却随处可见。经济学家刘润说过，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成功的机会？看他是否自然，是否自发燃烧，是否充满激情，是否积极主动，是否一直将自己的选择权牢牢掌握在手中。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差异。3. 人生中遭遇的一切事情，都是由自己内心的磁石吸引而来。朗达·拜恩在《力量》中写道，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，无论你身处何地，这个磁场都会伴随着你。你拥有怎样的磁场，决定了你会遇见怎样的人和事。稻盛和夫小时候，他的叔叔患上了肺结核，他非常担心自己也会被感染，因此每次经过叔叔的房间，都会用毛巾捂住鼻子，迅速走过。然而最后却是稻盛和夫患上了这个病，而那些照顾叔叔的哥哥和父亲竟然平安无事。对于这段经历，他认为是自己因为害怕疾病而吸引了他。不久之后，战争爆发了，居民区被敌机炸得支离破碎，人们陷入恐慌，纷纷逃向山区。然而稻盛和夫早已对自己的生命不抱太多幻想，因此面对别人纷纷躲避的轰炸时，他却毫不畏惧。在逃亡的路上，他不顾枪林弹雨，积极地去帮助那些行动不便的人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不仅炮火没有波及到他，他的肺结核也在战火中奇迹般的自愈。在生死边缘挣扎时，历经波折的稻盛和夫感悟到，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事件，都是由内心的磁场所吸引而来。悲观者会不停地抱怨，看到的只有灰暗，而乐观者积极向前，怀揣希望，眼中的世界都充满了春意。正如境界由心生，外界事物受内心影响，我们的生活遭遇常常由我们内在的信念所决定。你抱怨什么，害怕什么，就会在你的生活中显现。你相信什么，期待什么，就会吸引到你身边。你是何种样的人，决定了你将过上怎样的生活。4. 因果必报，但需要时间。自己撒下的种子，必定会在自己身上开花结果。古语云，祸福无门，全凭个人行为。我们的善恶行为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，就如影随形。生命是一场轮回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最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。回到1979年，日本有2家大型通信企业由于经营不善，面临倒闭的危机。他们四处求援，但尽管请求助不断，没有一个投资者愿意伸出援手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他们找到了稻盛和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稻盛和夫所领导的京瓷公司专注于陶瓷研发，
与通信行业似乎毫不相关。然而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，并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这两家企业不仅摆脱了危机，还崭露头角，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。几年后，计算机通信时代来临，其他陶瓷企业因无法适应高精度通信设备的需求而束手无策。然而，京瓷由于早早布局了通信领域，能够迅速生产出掌上电脑等先进技术产品，拉开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。京瓷也因此成功进入了世界500强企业的行列。正如爱默生所言，人生最美的回报之一，是当我们真诚地帮助他人时，同时也在帮助自己。生命就像一个储蓄罐，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和善举，命运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以本金和利息的形式回报给你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撒下善良的种子，培育一份善念，做一些善举，你送出的善意和支持，将会在未来，在你自己身上绽放出美好的果实。5. 持续与重复是两回事，不是漫不经心地去重复与昨天一样的事情，而是今天胜过昨天，明天胜过今天。在稻盛和夫早年参加分公司培训时，他遇到了一个工人。这位工人只有初中学历，生性笨拙，即使是最简单的操作，他的上司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亲自示范。有时候，连旁观的同事都难以忍受，几乎要上前帮忙。然而，20多年后，稻盛和夫却在总公司的高层会议上再次看到了这位工人。现在，这位工人已经坐上了事业部长的位置。他的老上司解释说，尽管他学习进展缓慢，但他从不放弃追求卓越。他一直携带着一本笔记本，里面详细记录了需要学习的技能和操作。如果他遇到一个技术动作不熟练的情况，他会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，直到达到熟练的程度，然后再将它划掉。通过日积月累的微小进步，他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这让我想起了罗振宇的一句话：无论一个人的起点多么低，只要持续长期主义的行为模式，保持每天的进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将成为时间的朋友。即使你的天赋不够出众，只要坚持下去，积累足够的时间和努力，你也能成就非凡。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也没有什么突然冒出来的高手。你所羡慕的每一个成功背后，都有一个坚持不懈地做着一件事的人。每天持续学习，定期总结和反思，不断自我提高。无论你的起点多么低，只要坚持不懈，最终你将能够逆袭，成为人生的赢家。稻盛和夫曾经说过，人生是为了内心的修行而创设的道场，我们将毕生投入，不断修炼自己的灵魂，锤炼心智，不断完善自我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承受的每一次苦难，都是对自我的修行的一部分。只有通过持续体验，不断磨练和深思熟虑，我们才能塑造成自己期望的模样，最终收获属于我们的财富。您是否已经领悟了上述稻盛和夫的5点智慧？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观看我们的内容。如果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了新的见解或具体的价值，我们热切期望您能点击下方的点赞与订阅按钮，这不仅是对我们最直接的支持，还将为我们提供机会与您共同深入探讨这些有趣且富有意义的话题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与您相遇。